我真的觉得这个苹果 AI 在 iPad 上面才能展现它真正的实力。例如说，它新加进来那个语音转文字，或者是新的文字型 AI，就是它做笔记，然后会议记录、整理资料什么的，iPad 瞬间变得超强大的耶。对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讲 iPadOS 18.1 Beta 版，苹果 AI 终于现身了。那 Beta 版呢，其实主要就是开放给开发人员他们测试使用。虽然说我昨天已经在 iPhone 上面看过一遍，但是我实际上 iPad 上面体验之后，我真的觉得在 iPad 上面好合理哦。那现在这个测试版呢，目前是只有开放给开发人员测试使用。然后因为这个 AI 它是需要算力的，所以他们是只有开放给 M 系列晶片的 iPad 使用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带大家看一下最新的 iPadOS 18.1 Beta 版，它的 AI 有哪些好玩的新功能吧。好，那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你更新完之后，你到设定里面就会立刻看到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and Siri 的选项。那你可能想说，怎么打不开呢？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只有开放给美国还有英文的使用者，就是可能之后中文才会慢慢加进来啦。那如果你今天也有去注册那个开发者资格，然后也想要玩玩看的话呢，就是可以到一般，然后下面有一个语言与地区，里面你就把语言改成英文，然后地区改成美国，然后再回到这个 AI 的地方，你就可以注册它的 waitlist。那个 waitlist 大概等个几分钟，因为它要下载一个封包哦。那这边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，那个封包其实档案蛮大的。就是我们来看一下，在这个储存空间的地方里面呢，你就会看到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它占了 3.15 GB。而且尤其现在只是第一个阶段哦，它就已经占了3 GB。那之后他们也会慢慢的把新功能加进来嘛，所以这个档案会越来越大，所以大家就是自己斟酌一下使用空间哦。好，那首先我们第一个要来讲的新功能就是录音转文字。那这个功能呢，你可以选择在备忘录里面，或者是直接用那个语音备忘录，也就是 Voice Memo 去执行，两边都是 OK 的。那例如说我们今天在备忘录里面的话，它是在这个回文针里面，然后有一个 Record Audio。点下去之后呢，你开始录嘛。那录的同时，你会发现右上角有一个字幕的按钮，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即时转录的文字。就是例如说老师在上课啊，还是会议里面有谁在讲话的话，你就可以立刻看到他讲了什么。那结束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它变成这样子一个档案。那你档案就是可以直接点进去，你就会看到所有的文字稿。除此之外，它上面还有一个 summary 的按键，点下去之后它就会生成总结。而且它文字是会跟着录音档跑的，你还可以随便点一个字，它就会从那边开始，超级方便。真的是惊呆了，有没有？那除了备忘录之外，语音备忘录这边也是差不多的形式，就是你正在录的时候，右上角也是会有一个字幕的按钮，就可以看到即时转录稿。只是有一个差别，就是在语音备忘录里面就没有 summary 的这个按钮。那如果你在这个界面也想要看到总结的话，要怎么办呢？这边我们就可以讲到下一个功能，也就是我们全新的文字型 AI。那这个全新的文字型 AI 呢，在任何可以选择文字的 App 里面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没有错，任何 App 哦。就例如说，我今天在这边嘛，我就把文字选起来，然后它上面呢就会有一个 Writing Tools， 那它就会跳出这个视窗，那里面就有分几个选项，最基本的就是上面两个，第一个是校正，然后右边是重写。那例如说我们这边来看一下总结，它就会立刻做出结论。那这边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复制下来啊，或者把它分享出去。那接下来我们进到备忘录，再来测试一下比较完整的功能哦。就是我们这边呢，把我们的文章选起来，那这时候你就会看到下面就会立刻出现这个 Proofread 还有 Rewrite 两个选项，也就是校对跟重写哦。那大家会看到最右边呢，就是有一个标志，这个就是苹果 AI 他们自己的 logo。那你点下去之后，一样会跳出刚才那个视窗。那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视窗，大家看到第二排呢，就是有 Friendly、Professional 还有 Concise， 就是你今天可以要求它用比较口语化的方式，或是比较专业的方式把它重写一遍。那例如说，我们测试一下 Concise， 就是精简化，把你的文章缩短。大家看到它在处理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彩色波浪，这就是我说的美感。他们真的是非常注重美感。这边呢，它处理完毕，就是把你的精华浓缩一点这样子，但是又不会到像总结一样那么短。那下面呢有一个栏位，你就是可以恢复啊，或者叫它重写这样。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写作工具呢，大家看到最下面4个就是一些整理重点的方式哦。那除了总结之外呢，你还可以要它整理条列式的重点，或者是清单跟表格。那例如说，我们要它整理条列式重点。那这边这个重点呢，你就可以直接拷贝啊，或者是取代。我觉得苹果他们在设计软体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，就是他们非常注重使用者体验。就是例如说这个功能，它可能其他家也有，可是苹果他们就是会在
多一点点可能什么小动画或是小声音，让你使用起来就是特别的高级，然后可能排版什么也特别的讲究，就会觉得他们多了一丝温暖。那讲到这个非常漂亮新的动画，就一定要讲到新的 Siri。那这个 Siri 呢，他们是说之后要改成一个非常聪明的 AI 版的 Siri， 但是现在就是这上面还没有。不过他们是有更新 Siri 的界面。就是我们把 Siri 叫出来，它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动画，就是一个非常朦胧漂亮的彩虹就这样下来，然后整个荧幕都会环绕在那个光芒当中，就代表说现在 Siri 正在聆听，真的是很漂亮就是很有灵性，然后很灵动，对，就是要用灵动这个字。那除了用原本传统方式叫出 Siri 之外呢，现在还可以直接用打字的方式跟 Siri 沟通。它这样子打开之后呢，就会出现这样子一个键盘。有没有看到那个动画？超级漂亮的，他们真的是很会设计这种动画啊界面，就是一些小巧思，就是真的很美。然后这边你就是可以直接用打字的方式来跟 Siri 讲话啦，有没有？就是一个小小功能而已，然后他们就是把它设计的非常精致。而且我个人觉得 iPad 上面更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它画面更大，然后像 iPhone 有没有？它的荧幕那么小，就没有什么感觉，可是 iPad 上面就真的好漂亮哦。那下一个要讲到的新功能就是 iMessage。iMessage 呢，现在 AI 可以直接侦测你的对话，然后帮你生成回复的内容，是不是超级无脑的？就是例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画面上面呢，它会自己去侦测说你们现在可能在讲晚餐要吃什么啊，那它就会帮你回复说要或不要，或者是你想要吃什么东西好不好？那我就可以快速的回复。那它在生成的时候，它上面就会有一个彩色的动画，就代表说它是 AI 生成的回复这样子。那这个比较好用的时间点可能是例如说今天对方问你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的话，你就可以快速的回答，而且不会感觉好像很冷漠。那下一个呢，我们来讲邮件的部分哦。现在在 email 里面非常赞的就是 AI 会先帮你把邮件的重点整理出来。例如说我们在列表这边，大家看到它会用1-2句话把信件的内容写出来，就是任何重要讯息它都会在1-2句之内把它解释完毕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最上面有一个 priority， 就是它会把最重要的信件全部都列出来在最上面。例如说公司的信件啊，或者是住宿、机票等等的都会在最上面，就感觉这个邮件的 app 里面是一目了然的。那今天例如说你点到一个信件里面，它上面会有一个 summarize 的按钮，然后你按下去之后，它就会自动生成总结哦。那这边总结看完之后，其实你就不用去读整封信件，就可以立刻快速抓到重点，真的是一个非常赞的新功能。不晓得大家 email 都是用哪一个 app？ 我自己是用苹果他们自己的，感觉之后就会变得很好用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专注模式，现在新增了一个 reduce interruptions， 就是减少干扰，它会透过 AI 来自动帮你侦测说哪些通知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，像你在工作的时候就不怕漏接重要的讯息。那当然这个模式里面你还可以去新增其他的条件，那至于智能判断准不准，就是要看之后我们长期使用下来的感觉了。那再来下一个呢，我们来看到相簿的部分，就是相簿现在界面真的是大改耶。那可能大家一开始进来可能会看不太懂，但是它其实主要就是上面是原本的那个图库嘛，然后你往下滑就是不同的分类，就是我们之前下方不是有很多个选项嘛，它其实只是把那些选项直接排在下面而已。那这次 AI 新增的功能包含有智慧搜寻哦，就是现在可以用更口语化的方式去搜寻，就是之后可以详细到任何人事物你都可以用一个句子去描述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呢，就是这个 Create a Memory Movie。这个功能它是结合 AI， 然后你可以跟他说你想要看怎样的回忆，例如说什么日本之旅啊，还是你去哪边旅游，你都可以直接跟他指定说你想要创造怎样的回忆，他就会自己去找照片跟影片，然后结合音乐把它创造出一个有故事线的影片哦。例如说我现在就是做了一个猫的回忆，那里面呢你就可以去选不同的音乐，而且它还可以用 Apple Music 的音乐哦。那选完音乐之后呢，你还可以选滤镜，就是不同的滤镜，很好玩的新功能呢。而且尤其你今天可能出国旅游什么的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做成这个影片哦。那最后还要提到，就是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它其实是会看到你的很多个人资讯的。那他们是怎样去使用你的资料啊，然后怎么样去计算，其实它在隐私权里面是有一份报告的，就是设定，然后隐私权，然后滑到最下面呢就会出现这个 Apple Intelligence Report， 那里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你的报告，就是怕今天有一些争议之类的。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主要 iPad 上面新增的 AI 功能，其实还蛮好玩的吧。而且我觉得它又比 iPhone 更好玩了耶，因为 iPhone 那个界面真的比较小，然后也不太有人会在上面处理那么大量的资料，但是在 iPad 上面就非常合理，所以就非常期待说之后还没有更多的新功能加进来，我们也会持续为大家追踪。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功能呢？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，